大家好，我是新加坡福建会馆天福宫管委会的许正义博士。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给大家介绍天福宫。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这条直落亚裔街。德罗埃在马来话当中就是海湾。早年呢，这边全部都是海湾。早年的移民在这边上岸之后，因为安全的抵达了南洋所以就要感谢海神的保护，就有了我们现在侍奉天后妈祖的天福宫。天福宫建立于1840年这座神庙呢，它有华人的因素这些狮子等会我们会看到闽南式的建筑风格，那也有爸爸娘惹的地砖以及像这样的1906年的铸铁栏杆这些都是欧洲的建筑风格。我们现在从青龙门进了天福宫就看到非常传统的门神。这门神呢高大威武，拿着他的兵器保卫着天福宫。我们看到他这边的剑壶，这边是仙鹤的图案。那看另外一个门神，他的剑壶呢是金鱼的图案。所以仙鹤跟金鱼都是象征着吉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天福宫大门的这个五爪金龙，它的爪上面有1、2、3、4、5根爪。在中国的文化上，五爪金龙只有真龙天子，也就是皇帝才可以用五爪。那为什么妈祖可以用五爪金龙来装饰大门？因为妈祖是天后，属于帝跟后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他就能够用五爪金龙来装饰这个庙宇。我们看到两扇门上面的这一个形象是宦官的形象。那这个宦官他的面部特征并不是传统的华人样子这个就是当时在建庙的时候，当时的人们就有意把新加坡处于东南亚还有南亚的移民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把它给放到这座庙里面的这些装饰上面。我们看一下正殿的屋顶，屋顶的左右有龙，而且呢左右是往上翘的那个我们叫做燕尾，就燕子的尾巴分叉往上翘，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闽南建筑的一个特点。那这座庙呢是儒教、道教、佛教三教合一的一个神庙。我们看到正殿供奉的是主神妈祖娘娘。妈祖娘娘是福建梅州那边兴起的一个信仰，从宋朝开始。因为当时有各种各样的事迹和传说，说妈祖娘娘显灵在海上救了这些渔民，遇到海盗、遇到大风浪，也是得到妈祖娘娘的庇护。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妈祖神像正上方的一块牌匾“波尽南明”4个字。在1905年的时候，中国福建的漳州、泉州地方发生水灾。然后呢，新加坡的福建社群就通过天福宫去赈济这些水灾的灾民，所以后来呢，当地官员就给光绪皇帝上书，说应该表彰天福宫，所以后来光绪就御赐了这个书法4个字“波尽南明”，讲的就是南中国海这一片海域非常平静，大家生活很平安、很幸福。所以我们平时看到妈祖娘娘出巡的时候，妈祖娘娘在飞机上有自己的那个登机牌，登机牌上面就印着林默就是她的本名。天福宫呢，因为它在文化、在传承方面的这些功能和作用，所以后来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把它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当中。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妈祖娘娘左边的这位神祇，我们看到的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形象那就是关公关圣帝君。我们看一下关公神像的正上方有一个匾额，写着“山西一人”许多朋友就经常会问，什么叫做山西一人？因为儒教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文圣人孔子，那后来慢慢发展，就有了武圣人。所以既然一文一武，那就把武圣人也称为山西一人。
们现在看到很清楚的这个形象啊，就是孔夫子、孔圣人。所以刚才我们从武圣人关公那边移到东配殿，就看到了文圣人孔子。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有趣的装饰。我们看一下那个庙的屋檐脚下那个装饰呢，叫做拱幡经廟角，就憨幡扛庙角。为什么当年有这样的一个装饰？一个说法，为了纪念当时许多来帮我们华人建庙的这些外国人，说他们曾经为这个庙做出很大的贡献啊，所以这个就是拱幡經廟角。好，我们现在来到观音殿啊，观音中间是南海观音，那大家就发现这个南海跟前面正殿波尽南冥这块匾又是有关系。波尽南冥讲的就是南海一片平静，人民安居乐业。然后呢，这边供奉的是南海观世音。好，到了这边，请大家抬头看一下，这边有2只虾哦，2只大虾。想一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边呢，是有2只大螃蟹啊，2只大螃蟹。那大家想一想，2只虾，2只螃蟹。那有些游客就说哦，因为新加坡靠海嘛，2只虾可能麦片虾，2只螃蟹可能是黑辣椒螃蟹，因为都海鲜啊。但是当然不是，其实我们想，螃蟹跟虾都是有甲的。在当年建庙的时候，还是清朝，清朝当时读书人很重视什么？很重视科举。科举如果你考到第1名，叫做科甲。所以科甲是不是跟甲壳啊？是那个谐音的倒反，这2个加起来就是意味着你要在科甲当中要取到好成绩。至于取到什么好成绩呢？大家在网上看到这个是什么？3个元宝，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连中3元。我们古代在科举考试当中有3级考试啊，叫乡试、会试跟最高的殿试。所以如果这3级考试你都拿第1，那就是叫做连中3元啊。所以这些装饰呢，就是代表着当时人们啊对这个文化、对考取功名一种美好的愿望。我们今天的简短的导览啊就到此结束。那通过这个导览呢，大家不但看到很经典的、很传统的中华传统文化，那也看到我们的这些巴巴娘惹的装饰，还有欧洲的新古典主义的装饰风格。那这些呢，都显示天福宫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这样的环境中的一种独特的存在。主楼牙一街是新加坡早期移民聚居的其中一个地方。所以在这条街上一共有6个国家古迹啊，大家有空应该多来看一看。